今天我们一起来深度剖析一份非常重磅的报告，它来自全球黄金市场的权威机构世界黄金协会，标题是2025年日本黄金投资者洞察黄金机遇。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日本市场呢？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经济体，几十年来都处在低利率甚至通缩的环境中，而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巨变，通胀回来了。日本投资者的选择就像一面镜子，可以为我们全球的投资者提供宝贵的参考。这份报告里面充满了详实的数据图表，接下来我会带您一页一页的看，把里面的信息嚼碎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，我是孙浩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报告的封面，设计非常简洁，标题一目了然，2025年日本黄金投资者洞察，副标题是黄金机遇。这已经给我们定下了一个基调，在当前日本的市场环境下，黄金可能蕴藏着巨大的机会。我们来看第二页的目录，报告的结构非常清晰，从日本的宏观经济环境讲起，然后深入分析了2025年日本投资者的具体洞察，最后给出了结论和附录。我们会按照这个顺序逐一进行解读。第三页是引言，标题就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：黄金在日本投资者当中的潜力何在？报告开篇就指出了日本市场面临的挑战，持续的通货膨胀和不明朗的经济增长前景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日本投资者正在重新评估他们的投资组合。报告提出的两个关键的问题：第一，阻碍日本投资者投资黄金的壁垒是什么？第二，如何扩大黄金在他们的投资组合中的份额？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寻找的答案。好，我们来看到报告的第4页，这里有3张非常关键的图表，为我们描绘了日本宏观经济的背景。首先我们看左上角的图表1，日本第2季度 GDP 反弹，是一个柱状图，显示了日本各个季度的 GDP 增长率。不同颜色的柱子代表了经济的不同组成部分，比如绿色是进口，蓝色是私人消费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经历了第1季度的萎缩后，第2季度经济出现了反弹，但报告也提醒我们，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明朗，因为强劲的日元和全球经济放缓可能会对出口造成压力。接着看右上角的图表2，通胀和工资增长均达到了10年来的高点。这张图非常关键，蓝色的柱状图代表日本春季的工资增长，而绿色的折线图是日本的核心 CPI， 也就是核心通胀率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过去几十年里面，这条绿色的线大部分时间都在零轴附近徘徊，甚至为负，这就是日本著名的通缩时代。但最近几年，通胀和工资都出现了几十年来未见的飙升，这对于日本民众的储蓄和投资观念是颠覆性的，也是黄金作为对抗通胀资产重新获得关注的根本原因。最后是下方的图表3，通胀走高，增长疲软。这张图展示了日本央行对全年经济的预测，紫色的柱子代表核心通胀预测，而蓝色的柱子代表实际 GDP 的增长预测。很明显，通胀预测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预测值。这种高通胀低增长的组合，经济学上称之为滞胀，是所有投资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之一，也是黄金这种避险资产大显身手的经典的环境。第5页的内容更加劲爆，直接展示出黄金在当前环境下的惊人表现。左图的图表4，日本通胀越高，股债相关性就越高。这张图可能对新手朋友来说有点技术性，但别担心，我给你解释清楚。横轴是3年平均核心通胀率，纵轴是日本股市和日本国债的3年滚动相关性。在过去，当通胀很低的时候，这个相关性是负的，这意味着股市跌的时候，债市会涨，这可以起到平衡风险的作用。但你看，随着通胀率向右侧移动，也就是越来越高，
这个相关性变成了正数。这意味着现在的股市和债市很可能同涨同跌，传统的股债平衡策略失效了。投资者急需寻找一个新的能够对冲风险的资产，而黄金正是最佳的候选。右面的图表5 2025年黄金继续闪耀，这张图就非常直观了，它对比了不同资产以日元计价的表现。最上面的那根金色的条代表日元计价的黄金，它的回报率遥遥领先，把日本股市、全球债券、美国国债等通通甩在身后。这雄辩地证明了，在当前的日本宏观经济下，黄金不仅是理论上的赢家，而更加是实际表现的冠军。了解了宏观背景，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投资者的钱包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。请看第6页左上角的图表6，黄金在日本投资组合中远不如股票普遍。这是一张横向的条形图，列出了投资者拥有各类资产。你可以看到，排在最前面的是股票、储蓄账户，甚至加密货币的持有比例都比黄金要高。报告指出，只有 23% 的受访者持有黄金，这说明黄金在日本的渗透率还是非常低的，潜力巨大。右上角的图表7，日本投资组合中黄金份额通常在 1% 到 10% 之间。这张图告诉我们，在那些已经持有黄金的投资者中，他们的配置比例是怎么样的。绝大多数人的黄金配置比例都在 1% 到 10% 这个区间内，这个比例是相当理性和健康的，也符合很多投资顾问的建议。下方的图表1，日本投资者寻求财富创造和退休准备，并相信黄金可以帮助实现这些长期目标。这个表格的信息量非常大，它展示了日本投资者主要的理财目标。排在最前面的2个长期目标是财富增长和养老准备。再看下面对应的英雄产品，你可以发现，对于财富增长，人们首选股票和加密货币，但对于养老准备这个更注重稳健的目标，黄金 ETF 和金条、金币就出现了。这说明在投资者心中，黄金在实现长期财务安全、安享晚年是压舱石，而不是用来一夜暴富的投机工具。第7页深入探讨了日本人投资黄金的动机。右上角的图表8，黄金投资的动机与日本投资者的财务目标相关。这张图列出了人们投资黄金的主要原因，排在前3位的是财富增长、对抗通胀和安全感。这和我们前面的第4页看到的宏观环境分析完美呼应。正是因为对通胀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，人们才把目光投向了黄金。下方的表格1，黄金能够很好的满足日本投资者的主要功能性需求。这是一个热力图，绿色代表超额满足，红色代表未能满足。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点，比如黄金 ETF， 它在良好的长期回报和易于管理这2项都是绿色的。而实物黄金，比如金条或金币，在长期价值稳定上是绿色的。这说明不同形式的黄金产品可以满足投资者不同的具体需求。比如追求回报的可以选择黄金 ETF， 追求极致避险的可以选择实物黄金。既然黄金这么好，为什么持有的人还不多呢？第8页就为我们揭示其中的障碍。左边的图表9，日本投资者的主要情感需求和安全感和满足感有关。这张图告诉我们，日本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，最希望获得的情感是让我感到安全，占比高达 34%。这与黄金的避险属性简直是天作之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障碍在哪里？请看图表10，缺乏了解是阻碍从未投资过黄金的一大关键因素。这张图表展示出那些从未买过黄金的人不买的原因。一名靠前的理由包括从没有想过投资黄金、买不起、
以及一系列的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如何开始投资，不知道黄金的好处或风险，不知道什么驱动金价。这里的核心结论非常清晰，最大的障碍是认知上的差距和知识上的缺乏。第9页继续深入了这个话题。左上角的图表11，高金价已经成为阻碍曾经投资过黄金的人再次投资的首要因素。这张图调查的是那些过去买过黄金但最近1年没有买的人，他们不买的最大原因是什么？高达 41% 的人选择了黄金变贵了。没错，近期金价的大幅上涨虽然让持有者获益匪浅，但确实也给新入场的投资者带来了心理上的门槛。右下角的图表12，黄金在好光景共享繁荣，在坏光景提供分散化。这张图堪称黄金作为完美投资组合成员的说明书，它展示了在不同市场环境下黄金与股市的相关性。当股市大涨时，黄金与股市呈弱相关性，也不能分一杯羹，但关键在于当股市大跌时，黄金与股市的相关性变为负数，甚至接近0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，当你的股票账号在流血的时候，黄金能够帮助你止血，甚至还能逆势上涨。这就是投资中分散化的终极意义。我们来看一下第10页的结论部分。右上角的图表13，日本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金融资产预示着黄金的潜力。这张图描绘了日本家庭金融资产的总量和构成，这个数字是惊人的2195万亿日元，约合15万亿美元。大家看图中最大的一块，也就是深紫色的部分是存款，这说明日本有海量的资金正躺在银行里睡大觉，在通胀环境下不断缩水。报告指出，哪怕只有极小一部分的资金为了寻求保值而流入黄金市场，都将可能对全球金价产生巨大的推动力。接下来我们快速看一下附录里面的几张补充图表，它们为报告的结论提供了更强的支撑。在第12页，图表14显示了 28% 的日本投资者目前拥有黄金，这与主报告的数据是一致的。而图表15就非常有意思了，按照投资组合的规模对黄金持有率进行了分类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随着资产规模的增长，持有黄金的比例也在随之上升。资产超过5000万日元的最富裕的人群，黄金持有率是最高的。这说明越是高净值、经验可能也更丰富的投资者，越懂得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重要价值。第13页图表16展现了黄金持有者的具体投资是哪些产品。黄金定投计划、实物黄金和黄金 ETF 是最受欢迎的3种方式。图表17再次强调了投资黄金的理由，稳定的价值回报和对冲通胀是首要的原因，这与主报告的发现完全是一致的。最后的第14页图表18从另外一个角度总结了阻碍投资的主要因素，金价目前太高和对黄金不够了解排名前2位，这再次印证了报告的核心观点，价格和教育是打开日本黄金市场这扇大门的2把关键钥匙。总结一下，日本市场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，长达数十年的通缩环境被通胀所取代，传统的股债平衡策略面临失效的风险。在这样的宏观大背景下，黄金作为对抗通胀、避险和分散风险的战略性资产，其价值日益凸显。尽管目前黄金在日本的普及率还不高，主要障碍在于高昂的价格和投资者的教育缺乏，这也恰恰意味着其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。从日本投资者的选择中，我们也能得到启示，在不确定性的时代，将一部分的资产配置于黄金，或许是守护我们的财富、实现长期财务安全的明智之举。希望通过今天的深度解读对你有所帮助。你是如何看待黄金在自己投资组合当中的角色呢？你认为最大的投资障碍又是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
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我们的频道，并且打开提醒小铃铛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